原文：孔德之容，为道是从；道之物，为望为乎？乎呵望呵，中有象呵；望呵乎呵，中有物呵；忧呵明呵，中有情也。其情甚真，其中有信，自今及古，其名不去，以顺众妇，吾何以知众妇之然？以此。白话：放眼所见，皆意识解读。物象之道在意识作用。当粒子缭绕残影成像，当粒子平行象成虚空，微观运作有其必然规律。由于此规律的恒定，世间万象才能续存，让我们能考古知今。放眼望去，我们所见的一切，其实都是意识的解读。万物的形象，并非单纯存在于外界，而是透过意识的作用而显现。当粒子缭绕，残影交错，便形成了物质实体；当粒子平行，互不作用，又变成了虚无净空。在这微观的运作之中，自有一套恒定不变的规律。正因有这样的规律，世界的真实感受才能延续，宇宙万物得以流转，而我们也才能通古知今，洞见万物运行的脉络。这一篇与上一集的篇章有着密切的关联，虽然无法确定是否出自同一位作者、同一本书，但两者都在探索同一个核心：宇宙的真相。不同的是，上一篇更着重于意识的解读，而这一篇则更具体地描绘了物象运行的规律。早期，人们发现原子由原子核与电子云构成，但后来才明白，所谓的电子云，其实只是电子运动的残影。一个微小的原子核，加上几颗几乎难以测量的电子，便形成了我们长久以来所认为的物质基础——原子。有趣的是，象征实体的原子与象征太空的太阳系，它们的运行原理竟然如此相似。太阳为什么能让10万倍太阳半径内的行星都绕着它运行？是靠万有引力，还是靠重力？而原子核又凭什么能让10万倍原子核半径内的电子持续环绕不散？是因为电磁力，还是强弱相互作用？其实，这一切都源于宇宙运行的规律。夏朝黄老称之为道。正如佛经所说，诸为尘，如来说非为尘，是名为尘；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如电子般的粒子，如地球般的世界，只是在人类宏观视角的呈现。当解读的视角转换，电子也可以是世界，而地球也会是颗电子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眼中的微观世界看起来会像实体？原因就在于意识的忽望。意识虚拟的真实幻象，忽就像太空中的光子，高速而微小，也如同电子在原子的高速运转；而忽望则是描述高速缭绕的充斥盈满。当光子触及原子时，原子会对光子的形貌、轨迹与能量产生微妙的改变。当这些光子反射进入我们的眼帘，视觉细胞便开始解读它所携带的讯息。随后，大脑将这些讯息整合、组构，
再传达给那真正的观察者——灵魂。可以这么理解，眼睛就像监视摄像头，大脑就像一台整合讯息显示影像的电脑，而灵魂才是那个坐在电脑前的观察者。因此，我们所见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外界的真实存在，而是意识解读之后的结果。文中提到的请字，指的就是交互作用，光子与物体原子之间的交互，以及视觉细胞原子与光子之间的交互，而信字则代表着宇宙恒常不变的运行规律。也因此，在天人的眼中，整个太阳系如同一个原子，而在阿修罗的视角里，一颗原子又如同一个太阳系。在地球文明才刚起步的阶段，我们只能借由思想实验来理解这一切。太阳的大小约为太阳系半径的10万分之一，原子核的大小也约为原子半径的10万分之一，两者的比例与运行方式几乎如出一辙。如果太阳能凭借重力与惯性让行星长久绕行不息，那除非太阳本身是一个黑洞，但太阳真的是黑洞吗？若不是，那么我们对科学的假设是否早已偏离了道的本真？行星绕着太阳运行，电子围绕原子核旋转，这种稳定的规律被称为惯性。然而，它并非单纯的重力惯性，也不只是电磁惯性，而是一种意识体之间的交互作用。这正是文中情所象征的意义，而那恒久不变的运行秩序，则是性的展现。最初，唯有意识存在，因为有存在与存续意识，才有了太意。而当太意与太意之间交互作用，而产生力量与距离意识，便形成了太初。太意与太初就是宇宙最原始的运行规律，而太素则是意识所虚拟出的原始物质，其中内含太意、太初、太始三重时空概念的虚拟结构。这样的结构与地球所内含的三重极具相互呼应，电子、原子与细胞在不同层面上皆展现着相似的道。地球是宏观世界的载体，也是巨观世界中的一颗电子。无论是电子还是地球，它们都属于太意这一级别的存在。它们围绕着更高时空极具意识体的核心运行，如原子中的原子核，如太阳系中的太阳，这些便属于太初这一级别的存在。因此，所谓的惯性并非源自物体本身的特性，而是源于宇宙深层的运行规律。太意源于意识的存在与存续，因此它带有存在持续的时空概念。太初则源于意识之间的相聚，力量与距离让最初的意识界活跃了起来，而由此而产生力矩的概念，也就是交互作用的张力。无论是电子与原子，还是地球与太阳系，它们都延续并继承着这样的基本属性。在这恒常的结构之中，万物运行自有道理，故能由自然现象中探索出道的规律。那么，
为什么万物会以这样的方式运行？为什么电子绕着原子核转，地球又绕着太阳运行？除了最底层的结构属性之外，还存在一股来自更高层次的意识驱动力，那是来自巨观生命的意识愿望，让世界更加真实。同样的，宏观生命也是如此，正是透过对微观世界的呼望，我们才能感受更真实的世界。世界的真实程度与呼望的复杂度成正比，因此愈靠近宇宙中心层次的世界，其世界的真实感受也愈高。呼形容的是物体的高速运行，望则象征空间的充盈与映照。当呼与望相互作用时，无数条微粒子的轨迹残影便交织成形，让我们误以为那些幻影残像是真实的实体。因此，并非重力或引力让行星绕着太阳转，也不是电磁力或结构力使电子围绕原子核而行。真正的原因是宇宙恒常不变的规律，那无形的道使万物各安其位，循环不息。宇宙由无而生有，从意识概念的缭绕到物象实体的运行，这就是构成宇宙的方法，也是主观意识解读万物的道。